我跟了陆排年2年，在外我是他温柔贤惠的妻子，而事实上，我是他白月光的替身。别人只当我爱上了陆排年，其实婚姻对我来说只是一份工作。我养好陆太太，专注搞钱。上司性格稳定，按时发工资。回来了，老公，上班辛苦了。看你最近加班这么辛苦，我特意学做几道菜让你尝尝。你不用每天亲自给我下厨，这些事交给佣人做就好了。以后自然不用我下厨了。2年的协议快到期了，还剩下7天，我当然要站好最后一个了。说不定老板一高兴，他还给我一笔奖金。婚期2年，你只需做好陆太太的本分即可。这张卡给你，不限额。你真的很想他？好像结婚？我是那种为了钱随便跟人结婚的人吗？你领证后，我会安排你父亲到纽约私立医院进行手术。你手上的伤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我做的菜卖相不好吗？我就去上了厨艺课，上课的时候烫着了。他烫伤手指，都还要坚持给我做饭，有没有进步啊？在他心里，我就那么重要吗？怎么样？不错。再尝这个，这个好吃。这段时间我太忙了，没注意你手上的伤，这些钱就当是补偿了。老公，你真的太好了！谢谢老公。明天外婆生日，陪我去趟傅家吧。哦，好，那我提前准备好礼物。不用。太太，这是陆总给您准备的衣服。我一件都不喜欢，但是他的白月光喜欢。如果工作需要，我也不介意。这件吧。谢谢老公。我一点都不喜欢喝牛奶，但是他的白月光喜欢。工作嘛，试试，问题不大，都能解决。我下班就来接你，如果你要出门的话，记得给我发定位。那我等你啊，老公。你不是要天天伺候你的上司老公吗？终于有空来我这儿了。这不是找你提前庆祝吗？庆祝我即将重获自由。七七，那结束了协议，你们还会在一起吗？不会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到底是怎么拿下你的豪门老公的？靠脸，月子脸，就是这张脸啊，跟他的白月光长得有7、8分相似，才让我捡到这份高薪工作。离婚后赚不到钱，还有点舍不得。
你是舍不得这份钱呢，还是舍不得陆怀年啊？当然是钱啊！我一直清楚的知道我在这场婚姻里是什么角色。毕竟陆怀年一直提醒我是替身。This is how we'll handle it. All right. Bye for now. I'm never gonna leave your life alone. 하루 종일 너의 마음 깊은 곳 계속 머물게 해줘. 언제라도 어디에도 날 느낄 수 있게. You'll be okay. 送给你。老公，今天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，怎么想起送我礼物了？给外婆挑寿礼的时候，顺便给你挑的。老公，你真好。阿年，你现在有17领证，有点太匆忙。论家世地位，他都与你相配。我觉得你应该另选良配。那位军政世家唐小姐，我知道，你娶17，娶的就是她那张脸。但世家大族的婚姻，看的是脸。我听说唐小姐也很中意你。若你和17离婚，与唐家小姐联姻，你的事业还有2家的生意都可以上一个台阶。我崴脚了。我太太不舒服，我就先走了。他怎么不说话？是太伤心了吗？爸爸刚做了第1次手术，后续只怕还要不少钱。不过这几年他送我不少珠宝，应该能卖一些钱。加上这个，差不多有2000多万了。你在哭？得意忘形了，可我明明是在笑，他怎么以为在哭啊？我没哭，只是刚刚眼睛进沙了。他明明因为外婆的话伤心控制不住，却还要强颜欢笑的骗我。陆总，太太，我们到了。在协议结束前，再盘点一下保险购买金额。陆总，太太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。你都看出来了。我外婆看不起她的出身，逼她离开。可她胆子小，不敢反抗，只敢在心里默默的委屈。夫人那么爱你，这不是要她命吗？这么多珠宝首饰，还有金条啊！下半辈子不用愁了。谭秀然，
哭成这样，难道他舍不得跟我离婚？干嘛呢？哟，陆总怎么想起我了？女孩子伤心了，该用什么办法补她？谁呀？你欺负17啊？你有病啊！我怎么会欺负她呢？你有病啊！我怎么会欺负她呢？喂，你一副生人勿近的脸，热脸想骗都难。我今天去了趟傅家，让我猜猜，老太太说17配不上你，让你另娶。差不多。放我演戏，太过分了吧？哎，要不你多亲她几把，然后睡一觉，让她生个孩子就好了。我对她没有感情，没有感情就发生关系，那叫滥情，叫不负责任。好好好，是谁让我支招的？而且我从来不觉得让女人生孩子是一种幸福。为了弥补她的伤心，高高在上的赐她一个孩子，那我成什么了？我是皇帝吗？生气了？你是觉得我看低了她，所以生气了？抱歉啊，我失眠了，态度不太好。不过你也端正态度，17是我的妻子，不是你用来取乐的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既然你想补偿17，那就不要一副冰山的模样，多多跟他贴近关系。啊，算你还有点用啊。哎，我帮你怎么还骂人呢？糟糕，刚才只顾着盘算珠宝，怎么把陆怀年给忘了？连晚饭也忘了。嗨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把门给锁了？我，完了，他这是生气了。如果被他知道我准备售卖珠宝，会不会全部要回去？白天的事，你别放在心上。白天的事？什么事？他坚强的让人心疼。算了，没事。17，明天去公司给我送饭吧。哦，好的，老公，明天我一定早早的到公司。你好，你是盛唐的员工吧？哦，我不。你真好看。你好，我是唐婉。原来是唐家的小姐，即将跟陆怀年联姻的女人。你是秘书部的，我能和你谈个生意吗？您说。我正在和陆总联姻，想跟他联络一下感情，不至于结婚的时候太生疏。我和陆总见面次数较少，不太清楚他的习惯和喜好。你是秘书部的，天天都能见到他，应该很了解他的喜好。你害怕是吗？透露上司的个人信息是大忌，但我不会白让你冒这个风险。我其实是一条情吧，我给你这个数。哇，果然是豪门的金子，遍地都是财神爷。工资日结10条信息呢，就是100万。我唐家大小姐说话向来作数的。你好好算算这个账，我等你的消息。来，你扫我。加好了。唐小姐，合作愉快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这专业提示可是对陆怀年的喜好了如指掌。17，你在和谁说话？17，你在和谁说话？那什么，盛唐的一个员工，我们寒暄了几句。哦，对了，我把饭带来了，老公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走。
老公，走吧。刚才下雨了。哦，来的时候下了点小雨。这样你的脚能舒服一点。今天晚上我有个晚宴，可能晚点回家。哦，好。你好啊，漂亮的秘书姐姐，怎么称呼你？我姓石。石小姐，今天晚上我会和陆总出现在同一个晚宴上，我应该怎么打扮？头发要非常直立，不能过腰线，待遇老实。你不要白色或者浅色。谢了。2、3、4、5、6，30万！这头发、耳饰、礼服，一条星期10万，3条星期30万。啊！这唐小姐怎么不算真爱呢？人怎么能大方成这样？30万！老公，晚宴上少喝点酒哦。石七来宴会了，他总喜欢给我惊喜。石七，你怎么来了？石七，陆总。怎么是你？陆总，之前去富宅给老夫人祝寿，厅堂里人多，没好意思跟您打招呼。今晚能在宴会遇到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我们喝一杯。我夫人嘱咐我少喝点酒。陆总，不如我们去沙发那边坐一会儿。我刚接手唐氏几个项目，刚好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一点。这是我的特助，项目上的事情，你可以跟他谈。唐小姐，主动追上去就不太真实了。不过听说陆怀民向来对女人不假以辞色。今天他能主动过来搭话，说明石小姐的信息确实有用。石小姐，你的情报很好用，咱们下次再继续合作。陆总，唐小姐今天的打扮和已故的宁小姐一模一样，但你却把她认成了夫人，你们是不是对夫人动心了？石七只是微月的替身，我不会对她动心，更不会爱上她。陆总，你明明对太太的事情很上心，真是心软嘴硬。你一个单身狗，懂什么呀？你骂我不要紧，但您至少要面对自己真实的感情吧。唐婉对陆怀年的爱，也太拿得出手了吧！石小姐，过几天就是我哥哥的婚宴，你有什么办法让陆总像上次那样朝我主动走过来？那
这婚不离啊，我也得离。有人等着当陆太太呢。唐小姐真痴心，陆总裁是有福气的。您会弹钢琴吗？唐小姐，准备好了吗？陆总来了。17。这琴盘的音色僵硬，弹琴的手艺不够干，这不是17。陆总，抱歉。唐小姐，十分抱歉，上次晚宴没有跟你说清楚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不用费尽心思接近我。我知道你结婚了，可是傅老太太跟我说你和你的妻子关系冷淡，而且这2天正在办离婚手续。我外婆一直看不起我妻子的出身，所以一直想要我离婚另娶。可事实上，我和我妻子十分恩爱，我们也没有离婚的打算。你不用费心思在我身上。阿年，你不该辜负唐小姐的好意。您也不该造谣我跟17离了婚。我也没说错呀，你和17本来就是契约婚姻，期限到了你们俩就离婚。现在距离17号只剩5天了，我提早为你打算，有错吗？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，否则别怪我。喂，17，你明天回老宅一趟，我有事要跟你说，就你自己回来，不用带阿年。好。鸿门宴了。17，啊，你怎么了？脸这么白？我就是看新郎给新娘准备这么盛大的婚礼，有点感动到了。他在羡慕我们结婚时仓促的连一场相应的仪式都没有给。17号就是我们结婚纪念日，或许我可以给他们办一场婚礼。老夫人这牌打的可真好，你这项链是香港拍的吧？特别衬你。老夫人这衣服也好看啊。哪有啊？外婆，我听说园林后有一处很大的马场，唐小姐可是御马高手，有她在，我可不敢比赛，这输得很惨哟。17，你也一起去吧。啊，我不太会骑马，我就不去了。你跟了阿年2年，也该拓展拓展圈子了。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怎么做阿年的贤内助呢？哎呦，小地方来的，不要为难人家了。咱们几个走。看出自己的差距了吗？您叫我过来，却故意晾着我，又带着几位家世好的小姐骑马，无非是想让我觉得难堪，让我知难而退。哼，你和阿年不匹配，他值得更好的人。我知道你在撮合与唐家的联姻，
那你就该成全他，而不是贪图陆太太的位置，缠着他不放。看你那急切的样子，难不成发现阿年爱上我了，舍不得跟我离婚了？您没本事做他的主意，就挑软柿子你过来欺负我。你没有想到你平时柔柔弱弱的，全是装的，心眼子竟然这么多！来人，给我掌嘴！陆总，您这么来了？陆怀民怎么会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呢？外婆，你说的对，我是配不上怀念，可我真的很爱他，求求你不要拆散我们，求求您了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样才能让我背锅。17，我没有对他做什么，是他在演戏。17如果有事的话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17，你竟敢演戏陷害我！外婆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呢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想让我离开怀念，可我并没有做错什么。17都晕倒了，你竟然还要欺负我！17，传说中的陆太太究竟长什么样啊？阿年，你跟他结婚，不就是因为他这张脸吗？他就是一个替身，是你用来慰藉的影子。不是吧？替身？陆怀民竟然用他来祭奠以亡故之人，真该死！阿年，他没有你想的那么单纯。外婆，你又好到哪里去了？叫一众名媛来，想让他出丑，想让他抬不起头，这样你就会畅快吗？你是看不起17啊，还是看不起我呀？阿年，你想清楚，17他来自小山村，没钱没权，没有靠山没背景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如何为你的事业添砖加瓦呢？他有靠山，就凭他是我陆怀年名义上、法律上唯一的妻子，我就是他的背景靠山。阿年，外婆做的这些可都是为了你呀！为我好？我当年数次在国外死里逃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关心过我？现在插手我的婚姻，到底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你们傅家人？我不想说的太明白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些年容忍你，是因为你生了我母亲，间接给了我生命。但现在你伤害我的妻子，外婆，我看你最近有些心烦气躁，不如去南山寺休养几个月。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去南山寺吃斋念佛3个月，想明白了再回来。你为了一个外人幽禁我？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第2种，傅家所有的人，包括你，去祠堂跪拜3天，他们享受了你带来的恩惠，就得承受你带来的祸。你太过分了！您不过分吗？只允许您欺负我的人，就不允许我动您的人，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吧？哼，再怎么说，傅家的人都是你的堂亲表兄弟。要论亲疏远近，17跟我在一个户口本上，他比你们所有人都有气。谢谢。唐小姐，你怎么又给我转账？之前没有和你说清楚，接下来你要给我提供陆太太的情报，任务困难上升，所以我给你加价。这也太多了。不多，我买包的钱。我听说那个传闻中的陆太太是去了傅家，我想过去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。什么？要来看我？我溜。
没想到昨晚竟然在陆怀念怀里睡着了。还好陆怀念不在，太好了，不然又要演。你醒了，我这就去通知先生。不用。还晕吗？没事儿，老公。对了，昨天我在外婆面前不小心晕倒了，没吓着他老人家吧？不会，他老人家身体很好，不至于的。那就好。17，你记住了，以后不愿意去的场合，你可以直接拒绝。有我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以后傅家的面子也都不用给了。以后距离17号还剩3天，我们已经没有以后了。你先休息，我去趟公司，外面有我给你订的松饼。谢谢老公，快去忙吧。陆太太太幸福了，陆总为了让她吃到最喜欢的松饼，还特意开了店，专门为她服务。可不是嘛，真是羡慕不来。太太，我的最爱，是名魏月的最爱。当然，合格的替身是要开心的接受这份爱。听说你昨晚为了给17出头，对傅家老太太发了好大一通火。不行吗？她受欺负了，除了我，还有谁替她出头？你不会真爱上17了吧？我不知道。你可别忘了，2年前是你自己找17做的交易，你自己定的楚河汉界，你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命令他认清自己的身份。没忘。现在的他已经完全离不开我了。你确定说的不是你自己？跟你这种人说不明白。说正事儿，17号，我打算给17补办一场婚礼，地点就定在燕城酒店，你去帮我布置一下吧。我去，婚礼这种事情，你让我一个外人来负责吗？这不是应该问问17他的喜好吗？不能问他，这是我给他准备的惊喜。行，你厉害。不过，你既然要给17举办婚礼，那是不是就说明你与他有继续过几句？滚！还说先心动的不是你啊？滚！明天下午3点，港式茶餐厅，请大家准时哦。聚会可以带家属吗？可以啊，结婚的可以把老婆和老公都带来哈。这么晚了，谁给你发信息？同学聚会。明天几点出门？聚会是3点，
2点出发就行。他问这么详细做什么？白宇，通知明天的行程往后推，我要陪17参加同学聚会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太太，给先生留的。先生在书房办公，嘱咐我们不要打扰。等他叫您后，您再送饭菜上去。他没去公司？先生今天居家办公。哦，行，那这个和这个都给他留点，他爱吃。好的，太太。好。快2点了。竟然都快2点半了。17，先生，太太已经出门了。她去哪儿了？她去参加同学聚会，走了有20分钟了。她一个人去了？是。你有什么事吗？需要给太太打电话吗？先生从不挂脸的一个人是生气了，生什么气呢？喂，先生，你就不能上楼喊我吗？我请问呢？搞什么？哎，快来快来！好久不见。17，你变漂亮了。说什么屁话呢？我记得17大学的时候就挺漂亮的嘛。愈发精致了，17。毕业之后很少看你发朋友圈，也没听过你踪迹。哎，你还在盐城发展吗？啊，在的。你在哪家公司啊？我是自由职业。我是自由职业。啊，搞自媒体吗？收入咋样啊？我实在受不了我那无能上司了，天天加班，还没几个钱。自媒体应该挺赚钱的吧？还可以。来来，大家喝一个。哎，17，你的包好漂亮啊！看 logo 是爱马仕的吧 ？A 货。在哪儿买的？看着好真啊！我领导也背了个40万的爱马仕，没你这个这么亮呀。好真呀！在哪儿买的呀？好漂亮，好看啊！批发市场。来吃饭，大家。记得你最喜欢吃桂花糕，尝尝。谢谢。别人都带家属过来，他不带。我推了今天全部行程，他却出门连招呼都不打，把我弄在无人别墅。我送的爱马仕，他说是 A 货，什么意思？我的礼物就这么拿不出手吗？我上次不知道听谁说17结婚了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哪儿听来的八卦呀？17要是结婚了，肯定会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是吧，17？我目前还是单身，未婚。17，你很好。
不承认结婚，到底把我这个老公当成什么？隔壁还有人吗？今天下午先生出去了一趟，回来之后脸色就特别不好，很生气的样子。你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这祖宗是遇到啥事儿了？还好我今天都没跟他碰面，不是我惹他生气。不在这儿，难道在书房？你怎么不开灯啊，老公？老公，现在承认我是你老公了？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目前还是单身，未婚。你一直都是我最心爱的老公啊！你叫我来干什么？你说你非要在17号准备婚礼，我这时间紧任务重的。哟，这是咋了？一脸怨气的。你说，他既然那么爱我，为什么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结婚，还说我送他的包是 A 货？第一，我对你说的第一句话存疑；第二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人家根本没把你当老公呗。我早就建议你去看脑科了，你他妈没去啊！瞧你又破防！哎，我说陆海年，你这又是给别人补办婚礼，又是在这散发怨气，你敢说你这不是爱上17了？是他爱我，离了我他活不了。再说了，他那么胆小怯弱，我不管他谁管？对了，婚礼准备怎么样了？啊，场地都定好了，我可费了不少事儿呢，包你们。就是你说什么要什么中式礼服，你不给我17的尺寸，我上哪跟你做去？他的尺寸，不知道你老婆的尺寸，陆大总裁没有亲自量过吗？滚！喂，你的尺寸是多少？什么尺寸？就是身材3围。我想给你定制一套礼服。啊？可……喂，明明昨晚还很生气，怎么突然又要送我礼服了？阴晴不定的上司最难搞。宁小姐，谢谢你啊，因为长得像你呢，让我找到这么好的工作。不过我马上就要离开了，还有3天就离婚，这礼服估计是穿不上了。17，帮我把书房里城南那边地的竞标书送来。城南竞标书。城南竞标书在哪儿呢？1. 离婚后，荣苑别墅和珠宝首饰归17。2. 离婚后，17不得与陆怀年有任何接触。
陆怀年果然是个精明的商人，早就准备好了离婚协议。17找到了吗？马上。都要离婚了，做完文件后，把珠宝都卖了吧。陆总对陆太太真的很好，这卡翡翠是拍卖品，当时是陆总高价拍下来的。这个可以卖吗？陆太太，您的意思是说要出售这卡翡翠？对，我们柜台是不敢直接说的，但是如果您与陆总决定要卖掉的话，我可以和经理说安排进拍卖场。啊，还以为这几年存的珠宝都能变现呢，现在看来，什么宝石都是废石。我听说城南那块地，行也势在必得，他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你最近要多注意点。老公，我在 IFS 商场地下车库感觉有人在跟踪我。老公 ，IFS 商场车库有人要抓我！17，陆总，没事了，这是怎么了 ？IFS 商场地下车库，你家夫人被一个疯子跟踪了，多带些人，我现在过去，立马过来啊！真痴心啊！一声老公，叫得我的心都跟着颤了一下。秦叶，环宇总裁，这几年环宇和盛唐撕得不可开交，但是这是他和陆怀年之间的事情，为什么找我？秦总，为什么跟踪我？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城南那边要开发，各家都准备好我项目竞标书，但盛唐的实力最强，你手上有没有你老公的竞标书？原来是搞商业竞争了，但是这种下作手段真是没有。昨天晚上去酒吧玩的时候，捡到了醉酒的唐家大小姐的手机，在上面看到了你们的小秘密。陆怀年要是知道你拿他的喜好赚钱，你说他会不会掐死你？没道德！哟，我这么小众的喜好都让你知道？你可以把陆怀年的喜好卖给唐婉，那也可以把他的竞标方案卖给我，我可以出10倍的价钱。你死心吧，就算你出100倍的价格，我也绝不会卖给你。这么说，你真的知道竞标书的内容？我出1000万。滚！别说你出1000万，就算你出1个亿，我也绝不会出卖陆怀年。滚！别说你出1000万，就算你出1个亿，我也绝不会出卖陆怀年。你家17， 1个亿你都不会出卖的？是，你死心吧。我刚刚已经打过电话，我老公呢，马上就会过来。你猜他会不会放过你？好痴心啊！真是上流社会独一份，怪不得都说你是纯爱战神。17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就是一个替代品？要不是你长得像他死去的白月光，你以为他会娶你？我和他的事情，轮不到一个外人来说3道4。这就不是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17，你怎么样？17，你怎么样？老公，别怕，我来了。阿年，你现在直接先走，他都吓坏了。这儿，交给我和白特助解决就行。陆怀年，你给我等着！秦叶，我发现你还真是不记唐了。当年在伦敦被阿年打了一脚，没想到现在还敢和他来作对。
怎么，老子和他的账一起算？她这么柔弱的一个女孩子，打雷都怕。我之前还为同学聚会的事情跟她置气，真是不应该。十七，是我的不好。我以后不会再让你遇到这种事情了。我相信老公。他为了我拒绝秦叶的1000万不说，甚至可以连命都不要。这怎么那么多东西？完了，要变卖的东西忘记藏起来啊！那这是我让王妈帮你收拾吧。你今天受了惊吓，需要好好休养一下。这2年习惯了他的怀抱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怀念呢？这觉睡得真踏实。环宇负责人秦叶深夜发生意外，刹车失灵，撞向桥墩。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今天得把所有东西处理好，准备离开。这些是我自己买的，就拿走这些就好。可真多，可惜我对这些精美的首饰并不感冒，大概是他喜欢戴吧。以后终于不用戴了。既然这栋别墅也是我名下的，卖了吧。王妈，这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东西，送给你和大家，拿去分发一下吧。太太，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怎么突然送礼物给我们呀？这不是感谢这2年大家对我的照顾吗？去吧，分发一下。谢谢太太。喂，姐，盐城酒店的礼堂布置怎么样了？务必保证每个细节到位，我一定要给17一场完美的婚礼。房产中介吗？我这里有一套别墅想要出手。白宇，进来一下。陆总，有什么事？明天就是我和17的结婚纪念日了，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陆总放心，都准备好了，每个环节都非常完美，到时候太太肯定会很开心。好，17之前吓坏了，明天给他一个完美的纪念日，然后在他最感动的时候，郑重的向他求婚，一定会很完美。七七，你真的要跟陆寒娘离婚了？果然比牛奶好喝多了。真的不能再争了，我跟陆怀年本来就是协议婚姻，我可是很有契约精神的。那种死缠烂打的事儿，我可干不出来。行，反正陆太太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等你离了，搬过来跟我住啊。当然了，我再也不想扮演别人。七七，那要不要我们庆祝一下，出去喝点儿？还是算了吧，明天最后一天了，陆怀年让我去吃散伙饭，我还有点紧张呢，不知道怎么了。行，那等你彻底离了，再来再庆祝。
17，准备下，一会儿姐姐出来。好的，老公。太太，先生的车到了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17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的，老公。西餐真的不喜欢这些白人饭，可惜宁为月喜欢。真好喝。看来他很满意。就这个，勉强有点食欲。怎么最后一天还有这首曲子？我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你最喜欢的曲子，觉得如何？好听。老公，你喜欢就好。眉毛底下挂的2个装饰品吗？看见了不知道躲开点儿。有老公在嘛，这个上司有时候真就有病。姐姐，对不起，这个泡泡寄给你。没事，不用了。小朋友真可爱。谢谢姐姐。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原来他也想一个孩子吗？要不我们生一个孩子吧？要不我们生一个孩子吧？老婆，结婚纪念日快乐。谢谢老公。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项链，是你喜欢的月亮元素。你今天正好没有戴项链，我给你戴上吧。好啊。 행복할 것 같아 데리러 갈게 널 어디에 있든지 늦은 건 아닌 걸까 달려갈게 데리러 갈게 널 후회하지 않도록 기다릴래 지금 당장 널 데리러 갈게 王妈。 把我房间的东西收拾一下，搬去主卧。今天开始，我要跟太太一起睡。陆华年，虽然我们是契约婚姻，但我打心底里谢谢你。这2年，你带我出国，教我品酒赏花、登山滑雪，体验了我前半生从未见过的世界。 也没再回头，于是
陆怀年，真的谢谢你。他终于喊了我的名字，气氛刚刚好。我现在就想酒。石溪，你愿意？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，放在了荣园，东西也已经打包好了。那今晚就不跟你一起回去了。谢谢你今天给了我足够的体面，分手饭很用心。陆总，等你有空了，可以联系我，配合你去民政局领离婚证。我刚才说的话很委婉，也很得体吧？他怎么和这一张脸像是要吃人一样？既然签了离婚协议，我们就没必要再见面了。1个月离婚冷静期后，我会找人去带领你那份离婚证。我明白，我会遵守协议，离婚后绝不纠缠你。忘不掉的，是先离开的，是没有资格挽留你的双手。陆总，刚才我放飞气球的时间是不是特别好？求婚成功了吗？我是不是可以沾着喜些？白宇，你年终奖没了？啥？哎，先生，你又跟太太吵架了？又？抱歉，先生，我不敢指责您，只是太太年纪小，看在她那么珍惜您的份上，你让让她吧。都24了还小，我看就是你们把她惯坏了。金条和现金都没了。先生，有人登门说要收购2手首饰，让他们等着。石琪，你还真是好样的，你自己的全都拿走了，这些你都让20人来收，合着我送你的一样的东西。陆总，这些是全部要处理的？不卖了。这是100万支票，你们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这些东西的总价给估出来。好的，陆总。你说他为什么不带走我送他的任何东西？太太她可能……我知道了，他要给他父亲治病，所以他把那些值钱的都给卖掉，一定是为了给他父亲治病，一定这样的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太太她不喜欢？他不可能不喜欢我送他的东西。我在评估的总价上再给他加200万吧。他要养年迈的父亲，还要照顾刚来燕城的朋友，没我在身边，他一个人支撑不住的。先生，或许您可以接太太回来。不行，我不相信他会真的离开我。再说了，这家不是还在这儿呢吗？他难不成还能把这荣源别墅给卖了？钱再多转点，我怕他在外面被饿死。30天的冷静期，17，我不信你不回来。先生的嘴比钻石还硬。恭喜你重获自由喽！
看你还是放不下，还是放不下。这也不算离婚吧，顶多算个离职。离职哪有不开心的？那我觉得你这2年过得还挺开心的。你心里真没有他？是他心里没有我。我们虽然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但她也尽到了丈夫的责任。真的，除了不爱，她都做到满分了。琪琪，我看你眼神怎么有点……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我去给你报。哎，没有，陆怀年呢，也算是个比较完美的人了。2年前我们简单结婚，2年后和平离婚，没有撕破脸，大家都是体面人。体面人。支付宝到账1000万。1000万！他就是我卖那些珠宝首饰的钱。一般来说二手都会压价，我本来以为只有500左右，最多700吧，没想到还凑了个整。琪琪，真棒呀！喂，施小姐您好，我是房产中介，我想向您确认一下，明天可以去荣园看房吗？哦，可以啊，那我把王妈电话给你吧，到时候你跟她联系啊，约时间。好的。琪琪，你千万不要让那套房子卖掉啊！那可是你俩的婚房。再说了，这是不是有点着急？万一陆总回来，他给了我这么体面的离婚协议，至于婚房呢，他应该不会回来。石琪，你回来。先生，是我。先生，有件事儿需要您知道。说。您可能要失去您的家了。太太约了中介，明天来看房。什么？他要卖掉荣园？太太她都要卖掉我们的婚房了，不就不想做陆太太了吗？你还叫什么太太啊？那卖房的事情，他要卖就卖。你再给我买回来。17。这是他的日记。3月12日，晴。我在春季教路的路上看到了我大学4年奖学金的创办者盛唐总裁陆怀年，他比我想象中还要俊美帅气。算你还有眼光。6月17日，阴转多云。住进荣园3个月了，才发现以为好相处的陆某人简直龟毛到令人发指，还天天冷着脸，比南极冰川都还冷。他竟然在日记里骂我！我讨厌喝牛奶，可是陆某人天天逼我喝，还有天天捂的英式松饼，真干半夜的，我一点都不爱吃。我想吃香香甜甜的桂花糕。他原来不喜欢喝牛奶吗？他一定恨死我了吧？竟然从来没有关心过他的喜好。
17，我后悔了。17，多肉盆栽的营养液你放在哪儿？他怎么敢伤我？他怎么能伤我呢？陆总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啊？我限你3秒内立马给我清醒过来。要是清醒不过来，明天你会因左脚先迈进办公室而被开除。是，我清醒了。陆总，是因为夫人的事吗？您说，我立刻帮你办了。行，明天9点让17来我的办公室，做到的话年终奖翻倍，做不到你懂的。等。17，你真的把陆总拉黑了？都离婚了，拉黑不是很正常？他给我这么体面的离开，就是不希望我纠缠他。我也是很有契约精神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契约精神。喂，白特助。石小姐，听说你离开荣源了，有几份文件需要你签收一下，明天方便来现场取一下吧？我有遗漏吗？那明天陆总在吗？明天陆总一整天都在外面见客户。那行，那我明天中午来取。谢谢你了，白特助。陆总从求婚变成了离婚，估计明天是想找机会追回夫人。还好我机灵，骗夫人明天过来，我可真棒！妈！我通过了维多利亚幼儿园的考核，他们要求我明天去面试。维多利亚幼儿园，那可是燕城最负盛名的幼儿园。17，你的幸福人生正在向你招手。他们让我明天上午8点去园区行政楼那儿参加考核。祝我成功吧。他真答应来了？真的，不过是在中午。为什么是中午？不行，如果我在9点看不见他，你这个月奖金清零。陆总，你这不为难人吗？你是不是觉得工作太轻松了呀？要是连这点事都办不好的话，办得好办得好，我这就去打电话。17，我一大早过来等你，居然……行，看在你这么爱我的份上，就让你再任性一次。石小姐，你学历优秀，条件出众，恭喜你，你面试通过了，今天就可以正式入职。这么快啊？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请便。不好意思。喂，夫人啊，您能不能9点过来一趟？我们约好的是中午呀。你要是不来，我的饭碗就……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中午要去应酬。文件你放前台就好，我自己去取，不必等我。不是，夫人，我的意思是……石小姐，电话打完了吗？打完了。
正好咱们幼儿园现在在争取一位特别优秀的学生，你是燕大的毕业生，由你去面试最合适。现在吗？是啊，你还有其他事要忙吗？哦，我现在9点不到，应该不耽误去食堂。啊，没有，现在可以去面试。好，请。徐小姐，这是你第一次面试学生，不用紧张，就像其他老师那样去做就行。我尽量。不过，为什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因为这儿比较方便，就在前面，咱们走吧。我是着急结婚，但也没饿得能剩下你吧？二婚还谎报年龄，年龄大了都能当我爸了，非逼我这正愣愣才能抽你。哎，那不是17吗？他身边跟着的是谁啊？大渣男李国安，他不会被骗了吧？喂，陆海年，我在玫瑰天堂看到了你太太，你赶紧滚过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石小姐，你想去哪儿啊？你骗我！他根本不是什么学生家长。哎，王副总的儿子确实在咱们幼儿园上学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可是城东建设的副总，最喜欢像你这样既清纯又有高学历的姑娘。冯总，我告诉你，进了这扇门，想从这儿出去可没那么容易。你这个人渣，你这么做不会遭报应吗？报应？我好怕。我怕个屁！像你这种无依无靠的穷酸女，要不是靠我引路，你这辈子都够不着像王总这样的闺女。你不谢谢我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咒我！老天爷赏你！老天给了你一副漂亮的脸蛋儿，可不是让你浪费的。石小姐，来陪我喝杯酒吧。哎，轻点儿，这么水灵的姑娘，要温柔对待吗？石小姐，这杯敬酒是你自己喝，还是我喂你？哎，我看你是想吃罚酒了吧？嗯。哎呀，这女人呐，就跟苹果一样啊，削一削才甜嘛。王总，高啊！现在乖了吗？你干什么？姐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放我走，不然一刀两灭！你猜我敢不敢？这哪是美人，分明就是个疯子！师姐，别出动，咱们都放下。这叫好大，侯爷。没事吧，王总？哼，这个贱人竟然敢对我动刀子！弄死他！你砸坏了，可就不好玩了。也是，把他给我扒干净了，送到里面的床上，老子今晚上好好玩一玩。把他架起来！
谁让你敬酒吃罚酒，非要找死，那可就怪不了我了。谁敢动他？谁敢动他？找死！石七，你怎么样？我怎么梦到陆怀年了？石七，你没事吧？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陆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像没得罪过你吧？你灌他酒，这个我不灌他，就灌你。陆怀年，你一个女人而已，真要与我结仇啊！敢动我的妻子，是你与我结仇，而我与你，则是不死不休。灌他，灌！石七，怎么这么脆弱？刚离开我，就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离了我，你可怎么办呀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啊？你这么爱我，只要你乖乖回来，我都会救而不救的。石七怎么样了？看上去没什么事儿，阿年正照顾他。陆怀年是什么废物，连自己的妻子都照顾不好。大小姐小点声吧。听说是你打电话给陆怀年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就是好奇，李国安带女孩子去玫瑰天堂拉皮条的事儿，一个女孩子怎么知道的？我爸去过呗。倒也不用这么坦白。陆怀年他是怎么做丈夫的？盛唐每年挣那么多钱，他都不舍得给老婆花，还让他老婆去求职，还是去维多利亚那种地方。阿年不知道维多利亚的龌龊事儿。俗话说，爱老婆的总裁跟爱老婆的玩，烂老婆跟烂老婆玩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爸是烂货了？啊？他确实不是一个好东西。唐小姐确实是个坦诚的人。那我晚点再来看他。阿年，陈东先生给林总打来电话，让你看在他面子上，饶了我父亲这一次。找上门来了，正好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招惹我的下场。我已经打过电话给陆怀年了，看我的面子，他应该会放的。不过你以后不好了，董事长，盛唐集团抢走了咱们所有的项目，现在咱们公司账上的资金链都断了。怀年，陆总，
你就按照您的吩咐，将城东的几块地皮给进过来。林董，我们陆总正在开会，不见。让他进来。陆怀年，你为什么要抢我城东的项目和标的？没让你破产，就已经是给你脸了。昨天你已经找人灌了王副总10瓶烈酒，把他喝到胃穿孔，进了 ICU， 这还不够你出气吗？昨晚我夫人被他困住灌酒，我只是找回公道而已。怎么，林董也想感同身受一下？今天我就把话给放这儿。昨天欺负过我夫人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谁敢劝，谁就死。我会动用盛唐集团的所有关系，整死他。你疯了吧？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赌上一切！那是我陆怀年的妻子。你时间不早了，我夫人也该醒了。要是林董想留在这儿，那就留这儿吧。这以前不都是说陆太太才是纯爱战神，这怎么反过来了？奉劝你一句，惹谁都不要惹陆太太。琪琪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儿？来，我扶你起来。妈妈，我怎么来的医院？陆总送你来的呀。不是在做梦，我怎么梦到陆怀年了？什么做梦？哦，没什么。琪琪，话说回来，你跟陆总，你们俩真的离婚了吗？我怎么感觉他好像还挺关心你的？听说昨天晚上他及时赶到了玫瑰天堂救了你，而且还在你身边守了1整夜。可能他比较善良吧。琪琪，我得走了，晚点再来看你。哦，自己喝粥啊。好。干啥的？有事先去忙吧，我自己可以。怎么又回？陆总，谢谢你昨天救了我。我问你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医生说你虚，听话。哦，陆怀年果然是太善良了，都离婚了还这么照顾我。怎么皱眉？在苦恼什么？我在想怎么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我把你给我的荣源卖了，买家也已经汇款给我了，我现在也算有点小钱，你可以挑个稍微贵一点的。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吗？只要我能给的。回来没有？日子被谁喜欢？他刚才吻我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看着他像白月光，所以情不自禁的吻我？言情小说的剧情都是这么写的。琪琪，我想剧情。想剧情。我看刚刚是陆总来过来。你怎么知道？
我呢，刚刚在楼下碰到了陆总，本来想跟他打个招呼来着，结果看他魂不守舍的，就跟你刚才一个样。我什么样啊？说，你们刚才是不是干坏事了？我没有，你别。喂，陈医生，怎么打电话给我？不会是我爸的手术出什么问题了吧？石小姐，不是手术的问题，是你爸的病情有变化。如果你有时间，我希望你尽快来海城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快安排时间，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啊，陈医生。再见。怎么了，琪琪？是叔叔有问题了吗？陈医生让我去海城，说想要跟我面谈。妈妈，我真的有点害怕。没事，别怕，琪琪，我陪着你。正好我也想去海城，刚好咱俩一起。有你陪我就好了。那你要不要跟你那个陆总打一声招呼啊？算了，离婚了，互不打扰最好。行，那我先去给你办出来手续。有你真好。更何况他刚才吻我，也只是因为想当了宁贝月。我现在已经不打算当替身。17，你都离开家10几天了，还不回来吗？只要你开口，我就会同意的。我不信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17那边医生怎么说？药水已经都输完了。他现在在做什么？10分钟前，医生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已经办理出院了。那他吃午饭了吗？你给他送一些松饼。对，他不喜欢松饼，他喜欢的是桂花糕。你给他送一些桂花糕送过去。陆总，要不然您自己买了送去。不去。对了，他把我的号码给拉黑了，为什么不拉黑你的？陆总，您可别误会，他没拉黑我，是因为他对我是友情，只有恋人间才会使这种把戏。他是爱你，所以才拉黑你。你说的很不错，这个月奖金翻倍。谢谢陆总，那我先去忙了。陆总，今天刚从医院回来啊？没事做。最近确实比较闲。那我送你去非洲挖矿。其实我来是想提醒你，你和17那份离婚协议，你们都签字了，何时去公证啊？季燕，我看你是真的想去非洲挖矿了吧？陆怀言，你真的喜欢上17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喜欢上17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上17，明明是他很爱我，你还嘴硬不承认。陆怀言，我提醒你，你喜欢他却不追他，是想等着他嫁人再悔恨终身吗？17他好爱我，他怎么可能嫁给别人？陆怀言，我想你肯定感觉到了吧，17他根本就没那么爱你，你想知道真相，但又怕真相像你猜的那样，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。这就是讳疾忌医。所以呢，我要撕开你的伤疤，让你知道疼，这样你就会知道17并不是非你不可。我不信，17从来没有爱过我。那好，我帮你试试。是什么？我很确定他很爱我。他不可能不爱我，再是也是如此。小姐，石小姐，喝杯咖啡吧。你以后
有什么打算吗？海城那边的医生跟我说，我爸的病有异常发展，所以我打算去海城了，治我爸的病，顺便在那儿定居了，应该不回来了。你离婚了，还会再嫁吗？应该吧，毕竟我这么年轻嘛。冒昧的问一句，有心仪的对象了吗？冒昧的问一句，有心仪的对象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我觉得阿年人品不错的，你们结婚2年，朝夕相处，有对他心动过吗？没有。真的半点心动都没有过吗？2年前他就说过，我尽职做好陆太太的本分就好，不要胡思乱想其他，所以我会克制着不对他动心。那离婚后呢？我想要什么都可以。陆总不会喜欢我的，连我都是把我错认成白月光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喜欢你？我相信这2年来他也没有对我动过心。陆总这么优秀，我不过是他生命中的过客。诗琪，如果现在让你跟怀年复婚，你会答应吗？不会。季言，我知道你是陆总派来警告啊，或者说是提醒吧。放心，既然离婚了，我会遵守离婚协议的。你误会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真的没有必要。陆总这么体面，我也会是个体面人。陆怀年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心里压根就没有你。如果说他不爱我，他怎么可能2年日复一日对我深情？兄弟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女人心海底针啊！或许以前只是单纯为了钱装出来的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他跟我在一起2年，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就算嘴巴会骗人，但身体不会。他跟我很契合。你要不认清现实到什么时候？姐，他好像真的不要我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或许你应该问问自己的心，到底爱不爱他？如果爱他，就把他追回来；如果不爱，那就换个新的对象。至于时期，就当他从来没出现过。我要去海城。白宇，给我订明天一早的机票，我要去海城。石小姐，您父亲需要尽快骨髓移植，我们院方会找配型。如果你有其他的亲属，也可以来做配型。爸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落灰的黄，遮盖的伤，躲在你的眼光，默写你写我的愿望。哎，宝宝，怎么摔倒了？疼不疼啊？妈妈呢？我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？走，我扶你起来，来，陈医生，我岳父的病怎么样？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岳父之前的手术很成功，但是现在需要骨髓移植。此事我已经告诉您夫人了。对了，他刚走，您没有见到他吗？17刚走。对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没事，以后看好孩子就好。嗯，好的。陆怀年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不行，不能让他看见我。
17，姐姐，姐姐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白，是不是叔叔他病情有严重了呀？我看到陆怀年了。啊？陆怀年？他怎么也来海城了？我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。哎呀，反正你们两个都已经离婚了，从此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还怕他干什么？我来海城之前，他特意让季燕提醒我要遵守离婚协议。那协议上明确指出，离婚后不能跟他见面。陆怀年在外面啊。真的不在，咱们赶紧走。还走啊！17，你给我站住！太好了，还好没追上。17，你属兔子的，看见我就跑，我就这么让你害怕吗？我没有跑啊，我只是在遵守协议。什么协议？离婚协议啊！离婚后不得以任何形式纠缠你，不得主动出现在你面前，不得未经你允许和你见面，否则你赠与我的所有财物都要被收回。不是，陆总，你个大总裁，还能有这种抠搜的协议啊？我从来没……是他，那个协议是他拟的。不管是谁你的协议，我都已经签了。我可不想将来收到盛唐法务部的律师函。妈妈，我们走。所以，他是因为离婚协议的事情生气。发什么呆呢？人都走了。哎，你说你，早知道这样，当初何必弄个什么离婚协议，跟他离婚？离个屁！我们根本就没离。离婚有1个月冷静期，只要没领离婚证，她就还是我妻子。哎，哎，站住！绑领我爸的兵力！你别着急，我跑得快，我去给你追回来。妈妈，爸爸还给我！爸爸，还给滚！老娘！滚开！不然我捅你！爸爸，还我！爸爸，我的爸，我打他臭的！妈妈，17，妈妈，你醒醒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你不会又是他？我已经打120了，他们马上就过来，你醒醒，妈妈。17，你闭嘴，你别捣乱行吗？你没看到妈妈已经晕倒了吗？她要是出什么事，你负得了责吗？医生，快看看他。轻微撞击导致胆战抑制，需要送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大姐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你流这么多血就没事？没感觉。也是，心里更疼的话，身上感觉不到。承认吧，17压根就不喜欢你。你们结婚这2年，他对你的所有温柔体贴，都只不过是尽心尽力扮演你的替身而已。你放屁！他是爱我的，他只是不知道我受伤了。你恋爱脑啊你！你流这么多血，还比不上人家闺蜜晕一次。我看你干脆放手得了。你陆怀年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我只要17。
姐，你说，女人是不是都心软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机会都送手里了，不用。我傻吗？来，小心烫。七七，我就是摔了一跤，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。医生都说了，只需要观察1晚就能出院。你别这样照顾我，怪瘆人的。行，那你自己来。陆怀年，你怎么来了？陆怀年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！医生，快来！医生！腹部刀伤，失血过多，需要立刻处理。当时被人捅伤了。七七，当时钱包那个家伙好像是拿了把刀捅向陆怀年。你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你受这么重的伤。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怎么了？伤口疼？我去叫医生。不用，有你在就行。17，之前在巷子里喊你，我不是捣乱。我知道，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你能陪我一会儿吗？得，苦肉计玩的还挺溜。17，我有点渴。啊。来，慢点。真好喝。哦，我去医生办公室问问你今天的检查报告。你好好躺着。你刚刚晕的挺逼真啊！奥斯卡都欠你做小军人，有用就行。医生可跟我说了，你就是皮外伤，伤口也不深，根本没多大事。你现在这副死气活样的，让给谁看？当然是演给他看了。你就承认吧，17根本不爱你。我想通了。什么？他爱不爱我不重要，我爱他就够了。而且，我一定会让他彻底爱上我的。来，17，医院的病号餐实在是太难吃了，我想吃你亲手做的饭。医生说了，你受伤期间饮食得清淡。17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我想吃什么，你总会想办法做给我的。以前咱们是合同制，我当陆太太，你给我薪水，我自然会敬业，要让老板满意嘛。
现在我下岗了，还想让我服啊？原来他一直是这样认为的。那我们就再签一份合同。他都和唐婉结婚了，这是想请我回去当保姆？陆总说笑了，你吃饭吧，我去看妈妈。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回去？是我做的还不够吗？七七，怎么心事重重的？是不是因为陆怀年啊？你怎么这么晚？陆怀年呢？我感觉他看你的眼神应该是喜欢你。那我们就再签一份合同。他可能只是习惯了我的服务，一时间有点不舍吧。从始至终，我都只是个替身。他爱的从来都是这张像极了宁微月的脸。可是他看你的表情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呢，现在只想找到合适的骨髓，让我爸爸接受骨髓移植。医院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配型不成功。医生说，要是再找不到合适的骨髓，我爸的病情就会迅速恶化。我很怕妈妈。陈医生，给我做骨髓配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要回燕城了。你的伤不是没好吗？那边有紧急的事情等着我处理。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比你的身体还重要？陆怀年，你不要命了17，你这是在关心我？我……你忘了，你已经不是我的员工了。是我一时情急了，对不住。那你要和我一起回燕城吗？我都已经不是陆太太了，有什么理由跟陆总一起回燕城呢？而且我不喜欢燕城，可能永远也不会去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一路顺风。妈妈，你的感觉是真不准。陆怀年，一个只把我当替身的人，怎么可能爱琪琪，好消息！怎么了？陆怀年人呢？哦，他回燕城了。你说什么好消息？陈医生说有骨髓的消息了，让你去他办公室。真的？妈妈，对不起啊，答应我陪你在海城的，可我没想到配型成功的骨髓在燕城，只能陪我爸回去。我已经不是陆太太了，有什么道理跟陆总一起回燕城的？而且我不喜欢燕城，可能永远也不回去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叔叔的病情重要，等叔叔看好病了，你再回来陪我啊。好。白宇，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一支医疗团队，所有的款项都从我个人账户上走，无上限。无上限？陆总，咱们盛唐是打算进军医药行业了？让做你就做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对了，这个团队的领头人必须是行业内最顶尖的人。你这是为了17吧？要不我送你去东南亚搞电诈？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
施小姐你好，我是江旭，你父亲在燕城所有的治疗将由我们团队来接手。江医生你好。施小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江医生的团队可不是随动能进的。你和你的父亲这次是十分的幸运。江医生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陈医生和我说过，江旭是这个行业最顶尖的专家，没想到这么年轻啊！爸，咱这次一定能治好。江医生，这次我爸能接受这么顶级的治疗，都是托您的福，所以这段我请客。施小姐，你真的太客气了。白特助，有事？17，是我。听说你回燕城了，今晚有没有空？我们约个饭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和我朋友已经约好在吃饭了。朋友是谁？17，小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哥，你和17在约会啊？你们是亲戚啊？对啊，江旭是我表哥，他母胎单身，从来不和女儿约会的。以前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爱好男呀，现在看来嘛，是眼光高啊。小婉，别胡说八道了。施小姐的父亲是我的病人。对啊，唐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为了感谢江医生照顾我父亲，所以才请他吃饭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哦，对了，唐小姐，上次你救我的事情还没有感谢你呢，正好今天请您和江医生一起吃饭。不用了，方某些人想掐死我。你说江医生啊？怎么会？那太会了，是不是啊，表哥？小婉，别胡说八道了，你吓到施小姐了。哎呦，现在就开始心疼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再多说2句就撤哈。小17，我真的可喜欢你了。你要是真的能当我表哥那什么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不过，你和陆总，我和陆总早就协议离婚了。我都替你打探清楚了，加油哈！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你有空记得来找我玩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希望我的太太跟你做朋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希望我的太太跟你做朋友。陆总，我们已经协议离婚了。我不是陆太太，你没有权利干涉我交朋友的自由。17，你怎么说也是燕大毕业，不应该是反王吧？你应该知道，离婚有30天冷静期吧？你17，我们聊聊。17，陆总可管不了我交朋友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好闺蜜。以后你在燕城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尽管来找我就是。我想换一家餐厅，你陪我去吧。走啦。17，我直说了吧，我不想离婚。我们和好吧。你搬回荣园，还像以前那样做陆太太。什么？陆怀年，我不想再做替身了，2年了，做够了。我说的是做陆太太。如果你需要一个陆太太，再找一个就是了。扮演宁文月很简单的，白裙子，黑长直的头发，月亮首饰，木质香水。哦，对了，还喝牛奶。所以你这2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演戏，你确定你对我没有动过一丁点的真心吗？对啊，我演技很好吧？
十七，你简直气死我了！老公，你真好，老公，你真的太好了。这两年，我真的一直都在演戏吗？你最近这么忙，还出血出骨髓，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？不会。那要不要告诉夫人？你真打算这么干？没有，这不就是问问你吗？你要把这事儿给泄露出去的话，你就会因为明天右脚先迈进办公室而被开除。万恶的资本家！石先生第一次的骨髓移植很成功，没有出现任何的排异反应，你的各项指标呢也有所好转。太好了，江医生。哦，你能否告诉我捐献者是谁啊？我想当面感谢他。抱歉，捐献者签署了保密协议，我们不能透露任何的信息。这是规定。我明白，江医生。那麻烦江医生，您帮我转达一下我的谢意。好。快中午了，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吧？医院附近有一家还不错的餐厅。可以啊，那这次必须我请客，上次都没请成，这次江医生绝对不能拒绝我。好啊，你请客。给17父亲捐骨髓的事情很顺利，他现在应该很开心。我去请他吃好吃的。他还不知道是你捐的，就算是高兴，也不会对着陆总你。江医生，随便点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用客气。17，离婚冷静期还没过，你就跑来和别人约会，不太合适吧？你就跑来和别人约会，不太合适吧？江医生，不好意思啊。陆怀年，江医生帮了我很多，能不能别让我难堪？帮了很多，那我倒想问问江医生，你帮了我太太什么呀？陆总，我作为医生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是我的一个事情，而石小姐作为家属感激于我，也是正常的。是吗？是。陆怀年，我俩的事情你别找江医生的茬，他只是敬业的医生，不是你顾大总裁 play 中的一环。你这么护着他，是因为他给你爸治病？是，要不是江医生，我爸绝不会好转。所以有我在，你休想对江医生无礼。你跟我走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。放手，陆怀年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别拿冷静期说事。而且就算过了这段时间，我们也只有离婚这一个选项。如果我不同意离婚呢？那就找律师啊。你就这么想离开我？离开你以后，我才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值得做的事情，而不是关在荣园做一只模仿别人的金丝雀。陆怀年，又过去2年，我没有半分留恋，所以麻烦你也做个体面人，好聚好散。所以你要跟我彻底了断？是。好，不打扰你，你们继续。你们继续。石小姐，石小姐。啊，江医生，喝点水吧。江医生，本来今天是我请你吃饭道谢的，
抱歉让你看到这些。点菜吧。你有什么忌口没有？还是说今天想吃点甜的？没有，我都可以。石小姐，我能追你吗？啊，江医生，你说什么？你离婚了，单身，我也是单身。我欣赏你，我想追求你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正常吧。可我刚结束一段婚姻，对不起啊，江医生，我真的没有其他心理再开启一段新的感情了。我现在就想治好爸爸的病，其他别的事没力气想。你拒绝我是你的自由，不用对不起了，是我太唐突了。你现在需要平复心情，而我必然给你添加烦恼。我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治好爸爸的病，希望爸爸的骨髓移植能够顺顺利利，不再出任何差错。那如果你知道捐赠者是谁的话，那当然了，那是救我爸爸命的人，我要知道他是谁，我一定亲自上门，郑重的感谢他。那倒也是啊。江医生，您愿意告诉我他是谁了？这个不会。江医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刚刚手机里跟我说，捐献者突然失联了。捐献者所有的联系方式突然都失效了，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。石琪，这件事情有蹊跷。江医生，你在怀疑什么？我怀疑有人在其中做了手脚，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陆总。陆怀年。在烟城，有能力让一个人消失且有动机的人并不多，而陆总符合。可是陆怀年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希望是我多想了，但是石琪，石伯父对你来讲是一个负担，对陆总来讲他也是负担，你会为了石伯父而顾不上他，所以他这么做也很合理。陆总，其实你的身体状态真的不适合抽取骨髓，更何况江医生还不在。抽都抽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去忙你的工作吧。好吧，那陆总先休息。陆怀年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真的，陆怀年，你说什么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你真的，你说什么？陆怀年，你到底做什么了？是不是你把捐献者逼走了？你把我爸爸当什么了？把我的希望又当什么了？什么？陆怀年，我原本以为你是爱我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刚准备跟你说，你爸……石小姐，您父亲刚才移植了骨髓，刚平安的出了手术室，你看要不要过去看看他？什么？不是说捐献者他……陆怀年，陆怀年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，醒醒！陆先生可能是因为……石琪，
我有关于你父亲的事想和你讲。可陆怀年他……陆总，陆总，白特助，你来了，正好扶你家陆总去病房。我有事要跟江医生离开。夫人，陆总现在昏迷不醒，你不能丢下他不管啊！石溪，有你守着就好。我跟江医生先离开。夫人，你不能走！夫人，回来，快回来啊！江医生，石小姐，你情绪不稳定，先喝点水缓一缓。江医生，您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？石小姐，今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捐献者如此的不稳定，下一次他要是再玩消失，你该怎么办？要不您告诉我捐献者是谁，我亲自跟他聊聊。真的不符合规定。其实对于你父亲的病，我有一个更好的方式。真的吗？江医生，您说。我在国外有一个团队，专门研究伯父这方面的病情。我们有一套更先进的方案。您的意思是？石琪，我希望你能带着伯父跟我出国，你知道。行了，因为一个女人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陆寒年，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听白羽说，人家在手术室外面指着你鼻子骂你害他爸，你晕倒后转头就跟江旭跑了。陆总，季少虽然说的很直接，但夫人她当时确实毫不犹豫的跟江医生走了，求他留下来，他也不理。他本来就……而且我要给他父亲捐献骨髓的事，是我自愿的，不怪他。陆怀年，你搞清楚，他根本就不领情。我能进来吗？进来。石琪，你是来……陆怀年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什么？江医生已经联系好了国外最顶尖的医疗团队，为了我爸得到更好、更稳定的治疗，我打算带他去国外。你决定跟江旭出国？这是对我爸爸来说最好的选择。所以你要走？石琪，我们之间这2年，你有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爱过我？这些都没有意义，现在没有什么比我爸爸的健康更重要了。不重要。石琪，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的健康是怎么来的？你什么意思？姐，出去。行，陆寒年，你就活该自己受着。我不管他，你爱怎么怎样。他什么意思？陆怀年，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夫人，你就问问陆总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吗？为什么？白羽，你也出去。石琪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曾经没有，现在已经不想了。我们之间从来就不合适。我离开之后，希望你能遇到更适合你。难道我用我自己的命去救你父亲，也换不回来你一点心软吗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命？石琪，我其实……石琪，你父亲病情出现了异常，
我爸怎么了？是疏忽了白衣反应，情况有点紧急，你赶紧跟我走。好，我现在就跟你走。我晚点再回来找你。江医生，你不是说我爸的病情有异常吗？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诗琪，你父亲只是正常的白衣反应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我只是想问问你，出国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江医生，你怎么能拿我爸的病情开玩笑啊？是我太着急了，是我的错。我只是什么？我刚才看见陆总那个样子，更坚定了我的想法。他情绪不稳定，控制欲又强，长期这样下去，对你的精神状态和伯父的病情都不是好事儿。是，他有时候的确那样。所以诗琪，你做好决定了吗？江医生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位捐献者到底是谁啊？诗琪，因为这个规定我没有办法告诉你，我希望你能理解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跟你去国外。太好了，只不过我现在还是已婚状态，我需要跟陆怀年先去办一下离婚手续。江医生，你能陪我一起去？当然。诗琪，你疯了！你要跟这个骗子走？季夜，请你注意你的措辞。江医生是最专业的医生，不是什么骗子。你不信阿年，不信我，你去相信一个没认识多久的外人。江医生救了我爸的命，就凭这一点，我无条件相信他。救你爸命的是阿年。你是指那些钱是吗？不错，给我爸治病的钱，的确来自于陆怀宁。不过那是我应得的，我拿我自己的婚姻换的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季夜，我和江医生的事情，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。你要是真的关心陆怀宁，不如去病房看看，而不是在这里诋毁江医生。行，你很好，我他妈就是多余管闲事儿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诗琪啊，你真的这么信任我吗？是你，我爸才有了一线生机。你是我的恩人，我为什么不信你？好，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阿年，诗琪被那个江旭灌了迷魂汤了，他真的要出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我不放弃。你不放弃有什么用？他都要走了，他现在只愿那个姓江的给他爸治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江旭的医疗费是你组建的，就连捐骨髓的人也是你。你不懂。是，你不懂，但是你很快就要失去世界。你们这么亲密做什么？陆怀年，我和江医生已经打算去国外了，大概率不回来了。那你还来干什么？是为了跟我炫耀吗？你忘了，我们离婚证还没办呢，所以我希望你跟我去一趟民政局，把离婚证领了。这样，如果到了国外，有了新的选择，比如像江医生这样的青年才俊。诗琪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季夜，你说话注意点，你凭什么骂我？还不是你找骂！你现在还是阿年的妻子，你居然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，这算什么？诗琪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指责吧？我不骂你，你还找上门来了，今天非得抽你不可！陆怀年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自己啥也不说，让你的狗过来乱叫！你说谁是狗？诗琪，你为什么不敢打你？姐，我和诗琪的事情不用你管，出去。行。
是我多管闲事。你的破事我以后再也不会管，这种错误。世清，你看上他了？看上江医生有什么不对？他年轻有为，心地善良，医术高超，对我爸尽心尽力，对我也温柔体贴。特别是相比于我父亲骨髓那个捐献者，更是优秀太多。捐献者怎么了？他都答应了要捐献骨髓了，可半路撂挑子，又不愿意捐了，还玩失踪。今天要不是江医生，我爸连今天这一关都过不了。世清，这个事情不要在这儿讲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是我说错了吗？这么不负责任的行为，难道就不能谴责了？江雪，你告诉他，是我不肯捐了。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说过。陆怀年，原来捐献者真的是你。世清，你刚才是故意扎我的，对吗？你根本没有打算跟我出国，是不是？是。江医生，你之前几次三番的拿我爸的事情扰乱我不得不怀疑你。我真的很想相信你，我一直希望是我想多了，可我没想到你真的在骗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世清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对不起啊，江医生，我真的承受不了你这么算计的行为。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。世清，所以你之前都是在演戏，是在诈他，也是在诈我。是啊。世清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不是我变聪明，是你变蠢了，陆怀年。什么？明明是你给我爸捐献骨髓，明明是你组建医疗团队，明明是你默默做了这一切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看着我误会你，看着我恨你，看着我跟别人走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陆怀年，你不是盛唐集团的总裁吗？你不是最杀伐果断的聪明人吗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愚蠢？我只是想要你爱我，不是因为感恩，不是因为愧疚，不是因为你觉得欠了我，就只是单纯的爱我。对不起，世清，你还能像以前那样爱我吗？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爱你。世清，是我错了，我爱你不自知，直到你离开以后我才惊觉，你从来不是什么替身，你是我一见倾心的挚爱，所以我才拼了命的想把你追回来。是吗？是。我追到海城，得知你父亲需要捐献骨髓的消息，我就自己配型，找最好的医疗团队给你父亲治病。我只想为你好，只想把你追回来。你怎么这么蠢？做了这么多事也不说，还这么傻不表达，你是不是想失去我？不，我不想。我承认我蠢，我从前就蠢，我2年前就爱你，我不敢承认，我蠢透了。世清，
你现在要说什么？我爱你，世界，很爱，很爱。The day we met, frozen, I held my breath. Right from the start, I knew that I'd found the home for my heart. Be 世界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How can I love when I'm 陆寒言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爱我的？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爱上了。 I love you for 1,000 more.